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曾被富二代带头孤立，被全班人瞧不起。他欺我家境贫寒，霸凌我3年。书呆子，你10年寒窗苦读，拿什么胜我3代从商？班花对我冷眼相待，更是嘲笑我将来也是给有钱人送外卖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我明白人生不是什么爽文，可我10年寒窗，干的就是你3代从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叮咚一声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我低头看了眼微信消息，是高中同学群。这个躺尸群100年无一条消息。班长胡兆恩却突然组织了场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，地点定在帝豪酒都。帝豪酒都本是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，人均消费5位数。我轻笑一声，看来这几年大家混得都不错啊。手指在屏幕上停顿片刻，我回复了一个好，无人在意，正常，因为我李军曾是班里的小透明，准确地说，是班里的笑柄。李总，明天上午9点，另家公司上市敲钟仪式。秘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懒洋洋地听着他汇报行程。到晚上，安排了您和新盛集团陈总的饭局。我摆手道，帮我推掉，明晚有个同学聚会。哎，好的。尽管秘书出于职业操守并不会问，但还是满脸好奇，你是不是觉得跟陈总的饭局相比，这场同学聚会毫无价值，根本没有去的必要？我笑道。秘书点了点头，以您的身价和地位，确实很难理解，没什么不好理解的。我来到巨大的落地窗前，望着面前的市中心，缓缓开口，我曾经不叫李义军，而是叫李军。这个义字是我自己加的。曾经他们说我10年寒窗，拿什么胜过他们3代从商？如今我倒要回去会会那群名流名媛，看看现在的李军够不够赢他们。聚会当天，望着车库里琳琅满目的豪车，我愣了愣，看向身后的秘书，你车给我开，车库里挑一辆，咱俩换。秘书嘿嘿一笑，老板，跟您这么长时间，我早混上好车了，不如我给您租一辆。不一会，车就送了过来。秘书浑身打量我一番，面色复杂，您真的不捯饬一下吗？只见我穿了件劣质衬衫和地毯牛仔裤，头发没有打理做造型，显得极不利索，盖住眼睛。这幅形象与平日网络和海报上的李军截然不同，走在街上压根没人会认出。无妨，这样不错。我笑了笑，这身装扮是我最苦难时常穿的衣衫，一直留在我的衣柜里。我也不会忘记那段最苦的日子和他们曾经的嘲讽霸凌。到了地方，我抬头望着金碧辉煌的旋转门，记忆如雾般直涌心头。哟，这不是咱班的穷鬼吗？又带着你的狗粮来上学了。穷狗，听说你连学费都交不起，要不要我借你点？算了，你也还不起，就你这样的屌丝也配喜欢淋雪？李浩刺耳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那时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每天中午只能啃馒头充饥。那时的我个子矮小，因为学习压力大长满了痘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唯唯诺诺。而胡兆恩仗着家里有钱，带着一群跟班，把我当成取乐的对象。他们把我唯一的食物扔出窗外，或是抢走去湖里喂鱼。他们摔坏我每一根笔，逼得我只能用笔管写字。我的日记也被他们翻出，里面写满我对未来的憧憬，写满我的雄心壮志，
也记录了对林雪的好感。他们抓着那本日记，如恶鬼般穿梭校园，随意践踏着我那可笑的尊严，恨不得让全校都知道我就是个书呆子，是个只会做白日梦的屌丝。我只是在座位上静静的学习，就会被他们举着拖把桶盛满水，然后从头浇我一身。曾经我是那么的弱小，以至于我现在自己变得强大，都一直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会平白无故欺负一个与他们不相干的弱者，哪怕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想努力学习，好好活着。哎呦，这不是年级第一李军吗？尖细的女声从身后传来，我转身就看见张月踩着10厘米的细高跟，一身香奈儿新款连衣裙，妆容精致的脸上挂着讥讽的笑。好好好，这不是张月牌塑料袋吗？巨能装那种。她虚荣的不行，简直就是墙头草的代名词，高喊学习无用，为了讨胡兆恩开心，简直成了他的玩具。当年我日记被翻出来那会，他第一个撕成树叶张贴校园。这时候昔日同学们也渐渐聚在了门口。这不李军吗？看这架势，现在干外卖呢，送外卖赚得多啊，我们这些白领可赶不上人家的思想啊，哈哈哈。那可不，起码少走60年弯路啊。哇，你别说，当年李军也是学校风云人物啊，年级第一呢，现在咋混成这样了？只见张月抱着手，望了下我身后的车。李军，我说你也没什么钱，打车来干嘛啊？怪破费的，你扫个单车来的了。我轻声一笑，淡淡道：这是我的车。人群发出爆笑，张月更是笑得直不起腰。你不说，我以为网约车呢，哈哈哈哈，开滴滴的吧你？人家保安在门口没说不能进啊。行啊，该说不说，人家李军可是混上车了。虽然我家保姆跟他同款，伴随着讥讽，他们勾肩搭背地走了进去，仿佛我就是路边一只猴子，逗一逗就没了意思。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了个电话，眼神冷得可怕。本来嘲笑我打你们几下脸就行了，但你们敢瞧不起劳动人民，侮辱这些高尚的靠自己双手努力赚钱的职业，这个事儿可就大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迈步走进酒店，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。胡兆恩坐在主位，一身名牌西装，手腕上的劳力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他正在高谈阔论，讲述自己如何接手家族企业，如何谈下千万大单。我去，班里的名人来了。胡兆恩看到我，故意提高音量，大家快看看咱们年级第一，这气质真不是一般人能比。你是洪七公啊？包厢里响起一阵哄笑。我平静地走到角落坐下，目光扫过众人。林雪坐在胡兆恩旁边，一袭红色长裙，妆容精致，却多了一股俗气。她瞥了我一眼，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。听说你现在在大企业上班？胡兆恩晃着红酒杯，一个月能拿5000吗？要不要来我公司当保安，包吃包住，工资翻倍？我端起茶杯，轻啜一口，顺便竖了个大拇指。那很有实力了，不过不用，我现在过得挺好。装什么装？胡兆恩嗤笑一声，就你这样的，连帝豪的一顿饭都请不起吧？我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，胡总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我啊，连我在哪上班都知道。不错，你不就在红里上班吗？胡兆恩望向众人，有次我开车路过红里分公司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们李大学霸正提溜着一麻袋塑料瓶往垃圾车上运呢。你恩哥，我当时怕你尴尬，没跟你打招呼。不过看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问你，
兄弟，那我问你。胡兆恩盯着我一脸讥笑，红里还有捡塑料瓶的业务呢。他不屑地挑眉道，我可在红里认识高管呢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今天跪下求求你恩哥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饮水机管理员的差事，不然我就让他把你开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很权威了，不过你喊一个试试，我倒要看看红里集团上上下下谁能开了我。沉默3秒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众人哄堂大笑，胡兆恩更是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李军啊李军，你不会给自己当成红里集团的李义军了吧？不行，笑死我了！李军你是个人物，这都不叫做梦了，这简直叫妄想。张悦等人也笑弯了腰，人家李义军红里创始人，国内年度经济人物，今年更是入选福布斯国内最佳 CEO 第1名啊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吃4个菜都费劲，还敢碰瓷儿人家？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在你们嘴里这样牛的李义军，也会在一苦日穿着最朴素的衣服，看见清洁工奶奶费劲地提着一麻袋废品上前搭把手，而你们呢？西装革履，一个个仪表堂堂，高高在上，把自己当成社会的精英，动用着自己那点微小的权力，最大程度地为难所有人。恶心！你等着啊，李军儿，我现在就给你们高管打电话，他正巧就在附近吃饭呢。我倒要看看你在红里集团能混成什么样，敢在咱同学面前这么装逼。胡兆恩打完电话，我点燃一支烟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。不如这样，胡总，我们来打个赌。打赌？你有个屁的筹码！我把车钥匙扔在桌上，如果你能找人从红里集团开了我这辆车就归你。林雪这时候倒开枪了，李军，差不多得了，大家都把你当猴耍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就你那辆破车，拿什么跟我家恩哥比？他开的可是保时捷。众人也纷纷附和，没错，人家恩哥就算输辆车也不痛不痒。李军，你这日子该咋过啊？就是啊，李军，大家也就是跟你开开玩笑，你挣钱买辆车也好不容易，何必呢？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呵，谁是猴子？可不一定呢。胡兆恩笑着揽过林雪，宝贝儿，有狗为什么不斗？他也把车钥匙贴到了桌上，不仅如此，还摘下了手上的牢。这桌上的东西随便一样都能买一车库，你那破车，你的筹码不够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输了，他颇有兴致地咂咂嘴，你就脱光衣服给老子裸奔。包厢响起一阵起哄声，还有没有跟的？筹码越多，李军就牺牲越大哟。那我也跟，哈哈哈哈！李军能赢我都吃粑粑，我也跟。片刻之间，车上就堆满了车钥匙。胡兆恩甚至拿起手机录起了视频，大家都做个见证啊！到时候谁反悔，谁是孙子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被推开，酒店经理恭恭敬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随后走进一个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顶着地中海，派头十足。我趁机偷拍下他一张照片，发给了秘书。查查，这人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？他妈的，级别太低，我不认识啊！查到了，职级 M2。秘书发来消息，他的绩效，哟，刘经理，快进来坐。胡兆恩见人来了，连忙起身。刘经理看见一桌车钥匙，这是干嘛呢？胡兆恩，有人在你们公司不知道是做保安还是清洁工。本来今天大家开心聚一聚，他非得装逼，还要跟我打赌呢，赌我能不能找人开了他。这不，筹码都撇桌上了。刘经理哈哈大笑，闹呢？红里集团谁不给我面子？我跟徐特助特别熟，
就连老总李义军都天天要请我吃饭呢。我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和我胡总装逼。我挠挠头，心想，哥们你写小说的吧，跟徐特助熟，我请你吃饭，炒鱿鱼吗？真请你吃你又不开心。诺。胡兆恩指着我，就这小子，当时可是我们年级第一呢。李经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我，这小子不认识。我不认识的话，估计只能是保安、清洁工，或者是基础岗位了。小子，就你是吧？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胡兆恩哈哈大笑。李军，给你台阶你不下，非得跟大家装，这下好了，被开了吧？你说你考年级第一有什么用？我爸公司遍地都是年级第一，你很会学吗？你会学有个屁用，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要有背景。哎，要怪就怪我平日太过低调，再怪就只能怪他职级太低，接触不到我。也对，任谁也不一定能把包间里这个穿的屌丝、头发乱糟糟的人跟杂志上那个李义军联系起来，何况照片也是精修过的。嘻嘻，只见我不疾不徐抿了一口茶。红礼是正规公司，就算是高层，也不能随意开除小员工，必须遵循合法合规的程序。你作为红礼的经理，不知道劳动保护法吗？我知道啊，但老子现在就是要开了你，你有脾气吗？李经理趾高气昂地道，当然有，红礼的每一位员工都受劳动法保护，公司必须有合法理由，像严重违纪、绩效不达标等才能解雇，还要经过 HR 参与，确保流程合规。你呢？开除我的理由是什么？你他妈少跟我扯这个！刘经理大手一挥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知道吗？老子说开你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你的上司叫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包厢门响起敲门声，只见酒店经理急匆匆地进来，身后跟着几个服务员，端着昂贵的红酒和茅台。李总，经理满脸堆笑，视线扫过众人，最后锁定到我身上。李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李总大驾光临，没认出来，这是我们酒店的一点心意，请您一定收下。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张月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林雪的红酒杯差点没拿稳，酒液洒在了她昂贵的裙子上。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在场姓李的就只有李军呢，他是个什么总？各位说笑了，全国谁能不认识我们红礼集团的李总？放屁！胡兆恩拍案而起，你瞎了啊？在座的谁是李总？这里只有胡兆恩，胡总之前来帝豪酒都无论是吃便饭还是谈生意，跟帝豪老板也是认识，当时这个经理就在，没想到在他这露了下。我瞥了眼经理，给他使了个颜色。经理心领神会，哦，晓得了，我认错了，不好意思各位，那这些酒就当是本店赠礼。说完就带人出去了。众人议论纷纷。哎，你别说，我以前还没注意，这李军跟红礼 CEO 李义军长得确实有些像啊。不是，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，真的蛮像的。没错，五官差不多啊，不过李义军更帅一点，总觉得差哪儿了。胡兆恩则是来到我面前，李军，你输了，你的一切都没了，现在我要你脱光衣服去街上裸奔。忽然，胡兆恩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因为他就站在我身边，我清晰听到他爹在那头喊，儿子，出事儿了。胡兆恩挂断电话，脸已经成了猪肝色。怎么了，哥？林雪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却被一把推开。闭嘴，老子烦着呢。说完，他拿起车钥匙都要走。站那！我站起身，
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赌约还没结束，胡总别急着走啊！这一出直接把胡兆恩整激恼了，抡起酒瓶子就冲我走过来，被众人拦下。胡总，胡总，为这种人不值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胡兆恩大声嚷嚷：“你笑你妈呢！老子现在就是碎了你都赔得起，我没工夫跟你玩，你玩不玩？现在你说了不算。”我冷声道：“胡兆恩，听说你最近在谈一个投资项目。”李浩脸色一变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因为我微微一笑，那个项目是我投资的，包括你老爹的公司，现在最大的股东是我。李浩的脸色瞬间惨白：“你放屁！猛虎王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”林雪第一个站起来：“李军，我真觉得你是疯了，大家把你当傻子逗逗你，你还真就硬往上凑啊！被你喜欢过我都觉得自己有前科。”“就是啊，李军，没看出来胡总不开心吗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”“得了，我懒得跟这种废物多费口舌。”胡兆恩大手一挥：“大家都走吧，散了散了。”说罢，众人纷纷伸手去拿桌上的车钥匙。胡兆恩气势汹汹地往外走，一推开门，他瞬间愣住了。只见包厢延伸至门口，一排排的黑西装保镖高大挺拔，站得笔直。门口保镖伸手将胡兆恩拦住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呵，想走？你们走得了吗？”胡兆恩懵了，在门口歇斯底里：“你们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湖州的少爷胡兆恩，我管你是谁！”保镖一把将胡兆恩推回包间：“今天没有李总的允许，连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”“李总，又是李总，到底谁他妈是李总？”门被猛地关上，胡兆恩暴跳如雷：“天杀的，这群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各位！”我气场全开，淡淡道：“把车钥匙都放回去吧，这场赌局开始了，可不能随便结束啊！”包厢门被再次推开，特助和秘书走了进来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，径直来到我面前：“李总，新盛集团的陈总执意求见您一面，说等到多晚都可以。”“哦，这么有诚意，我也不能驳他面子，让他等会吧，我还有游戏没玩完。”“好的，李总，我通知他。”秘书随后上前：“您的衣服和造型师都已经到了，帝豪酒都的老板为您开了间总统套房，您要不要先更衣？”“那带我过去吧。”包厢里落针可闻，众人目光呆滞，大脑宕机，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以至于他们都没反应过来，一个个坐在座位上，像失去发条的木偶。哟，都呆了。我笑道：“劳烦等我一下，各位名流名媛，我们到了，该算总账的时候了。”半小时后，我重新推开包厢门，走进包厢的那一刻，看到他们一个个诚惶诚恐的表情，心情无比舒畅。但貌似有人还在争。没错，胡兆恩。无比巨大的转变让他的猪脑宕机，他的运行内存根本反应不过来，或是说，他打心底里不愿意去相信这个事实。当年那个穷鬼李军，那个被他踩在脚下的李军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了李义军，一个能反过来能随手捏死他的存在。不，你放屁，你装的，你不可能是李义军，绝无可能。他想冲上来救我领子，见状保镖一个箭步要冲上来，谁知我大步迈上前，抡圆了胳膊肘，上前就是一巴掌。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在包厢响起，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。胡兆恩被扇懵了，捂着脸站在原地，像是被扣了电池。你敢打我？愣了半晌，胡兆恩终于跳脚了，
颤抖地抬起手，指了指我，又指了指我身后的保镖。他妈的，你们都是他请的演员。李军，你不可能是李义军，你怎么可能是？你他妈家里没钱，给你10辈子你也赚不到李义军创业的钱，你怎么可能成为李义军？就在这时候，包厢外忽然一阵躁动，我回头看去，一个地中海发型的老头正被保镖拦在门卫，冲我大喊：李总，李总，求求你放过胡周。哦，胡兆恩他爹啊！我摆摆手，示意保镖放他进来。胡兆恩望着这一切，张着大嘴，嘴里几乎能塞俩鸡蛋。老头跌跌撞撞冲了进来，肥胖的身躯使他每跑一步都气喘吁吁。他径直向我跑来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爹，你咋来了？胡兆恩站在我身后，一脸懵圈。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老头来到我面前后，并没有停止奔跑，而是越过了我，冲向了胡兆恩。只见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头竟然蹦了起来，是的，像皮球一样蹦了起来，然后给了他儿子一记飞踢。就连我也惊呆了，人果然逼到份上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胡兆恩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爹都对他使用与将军飞踢了，现在直接卡机了，躺在地上呆愣地望着天花板。哦，胡老爷子好身手，不敢不敢。李总，您叫我小胡。这老头来我面前，双腿一软，砰就跪下了，吓得我急忙闪到一边。干，你要鸡巴干啥？折寿知不知道？我扶额，让保镖把他搀了起来，可他执意要跪，我无奈，只能让保镖把他架住了。你说说你，一把年纪了，当着你儿子的面，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？我附身看着他，也对，你也不算是什么好爹，毕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胡兆恩能成为今天这样，跟你这老登绝对脱不了关系。胡兆恩他爹在我面前捶胸顿足，您教训的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儿子就是惯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他计较。胡周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我求求您放过胡周吧，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真不希望临了看到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毁了。你毕生心血，我咬牙切齿道，你毕生心血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儿子在学校毁了多少人的路，毁了多少年轻人的梦想，你们杀死了多少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儿子在学校拉帮结派，专门欺辱那些家里无权无势的普通孩子，不说欺辱未免太过好听，他几乎要杀了他们。我越过他，一把拽住地上的胡兆恩、李锐、任红梅、张秋冉、谭建玲、张彻，我说了好多名字，这些都是被他折磨到前程毁掉的人，甚至有几个已经因他离世。胡兆恩面色苍白，呆呆地盯着我，看他这个反应，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了我就是李义军这个事实。他听我念完名字，目光呆滞地摇了摇头。他妈的，你亲手毁掉的人，你一个不记得？李锐，就因为她长得漂亮，你追人家拒绝，你就天天带一帮你的死小弟尾随人家，最后竟然在小巷子里要强奸她。幸亏路人看见报警了，警察来得及时。不过你当时未成年，再加上你爹通天的关系，你当然没事。可他呢，患上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原本高挑苗条的小姑娘，因为药物治疗身材走样。她本来那么美的一个女孩子，当然接受不了自己稚嫩的脸长满痘，浑身臃肿到判若两人。她因为你自杀了，你简直是恶魔。不止她，这份名单里有男有女，都是你犯下不同罪恶的铁证。我冷眼看向胡兆恩父亲，你一句你惯的，
就轻松带过。谁的孩子不是家里的宝贝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和你儿子毁了多少家庭？现在到你们赎罪的时候了。当然，我扫视桌上每个人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胡兆恩身为富家少爷，他父亲赚下的钱，只要他不瞎搞，能供他一辈子挥霍。只可惜他招惹了我。是的，我记仇，我这人记仇的要死。自从我开始站稳脚跟，复仇这件事早就加入了人生规划。我无时无刻都在盯着胡兆恩以及他的走狗。终于发现了他犯罪的证据，具体是什么罪我就不说了，反正这一关估计就是一辈子，包括他爹的，他情人，也就是张月的，还有在座多多少少都沾点的。我望向众人，微微一笑，你们所有人怎么对我的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你们现在一个个混得人模狗样，真以为报应不会找到你们头上？放心，我已经动用了我的一切关系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势必要搞垮你们所有人。你们在哪个公司当高管，或是自己创业的，还有些在体制内的，我不会放过一个。凭我李军一人足矣。当胡兆恩得知我已经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，不知哪来的力气扑到了我面前，咔嚓就是一跪，他头重重磕在地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李总，我求您，我真的求您了，当初真的是我不懂事，我该死，我罪该万死，求求您放过我跟我爹，算我求您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给您当牛做马。我伸手打住，停，能不能放过你不是我说了算的，你去跟警察说吧。看着胡兆恩绝望到几乎要晕厥，我忽然玩味一笑。不过你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。胡兆恩顿时像是看到了希望之光，跪爬到我面前。没错，李总，不，李爷，求您放过我。那你还李锐的命来，还你害过那些人的青春和前程来。想让我放过你，老天爷都不允许。这种近乎绝望，忽然出现一丝希望，转而陷入彻底绝望的感觉，使胡兆恩彻底瘫倒在地。李总，张月颤抖着站起身，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。我跟这个人没关系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，他厚厚的粉遮住粗糙的皮肤，却遮不住他骨子里透出的恐惧。你怕什么？李总，大家那时候小，真的不懂事，我们真的错了。这样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罢，张月挺起胸膛，甚至冲我咬了咬嘴唇，身上熏人的香水味让我头疼又恶心。紧接着，不断有人站起来。李总，我们真的错了。是啊，李总，大家现在都上有老下有小，您身处这个位置，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。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，这群人的嘴脸还真是恶心啊。他们霸凌欺负你的时候，真是团结一致，上下齐心，他们丝毫不顾及对别人能造成怎样的伤害。等这份伤害降临到自己头上，反而觉得真是不应该，从而对你进行绑架。老同学，好啊，既然是老同学，那我就对你们网开一面。特助抱着一堆资料开始往下分发，你们先不用着急看资料，先看看自己手机吧。他们疑惑地看着手机，全场愣了几秒，紧接着就炸了锅。我怎么被开除了？不可能，我这可是铁饭碗，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例外，工作全没了。你们已经被永久封杀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们这辈子不可能找到工作。你们最高的薪资不会超过2000，不信就可以去试试哟。这不可能。其中一个胡兆恩的狗腿站起身，李总，你这又是何必？就算我工作丢了，我靠做买卖照样能养活自己。
是吗？那你就可以去试试啊！我会派人24小时盯着你，你干什么行业，我就搞什么行业。哪怕最后你去开小卖铺，我就去你旁边开，价格比你低一半。李总，在座的所有人，你全部都不放过。当然，我可不嫌麻烦。这哼，我扭头看向了窝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李经理。哎呦，原来你在这啊！相比他们，你可是最好处理的。胡兆恩父子被警察带走了，这辈子估计就交代在里面了。张月常年跟着胡兆恩，自然身上的脏事儿也不少，同样被带走。剩下这群瞧不起劳动人民的社会精英，有的服软求饶，有的依旧不信邪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反正我不会原谅他们，往后有好日子等着他们呢。累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的财富也花不完，靠着复仇的信念，我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于是我给自己放了个假，找来了一堆专业人士，开出丰厚的佣金，每天盯着这群人，他们去应聘，没人敢要，他们自己创业，我就成立他们的对家公司。谁会拒绝红礼旗下的公司，反而去找个小工作室呢？况且红礼的价格甚至低得可怕。当有人怕有诈，问为什么，我们的员工就会说，因为我们老板愿意。谁让对家公司得罪我们老板，他们自己做点小买卖，有的想着买点东西，那我就在旁边开店，红礼旗下，价格低一半。他们想着做餐饮，那我就进军餐饮行业。他们受不了去干苦力，对不起，苦力也不让你干。我手底下有的是精壮的小伙子，管饭就行，工资我来开。他们受不了逃离这个城市，甚至出国。不好意思，你认为这样我就奈何不了吗？最后他们通通受不了，过来求我，我大手一挥，全都去给我扫厕所，1月1800，干净你我他，如若不相干，给老子滚蛋！哼，让你们瞧不起劳动人民，这下老实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